你擁有的最寶貴的財富是什麼？我們今天說自己擁有的最寶貴財富是什麼，但是在人真的有慧眼辨別什麼是你的寶貴財富之前，你一定經歷過一些坑。有的坑很深，一旦掉進去就沒可能爬出來；有的坑很淺，掉進去爬出來反倒是好事兒，因為可以長經驗。但有一些坑很可怕，因為它們是隱形的，弄不好你已經掉了進去，卻全然無知覺。我知道這世上有3個這樣的大坑，坑內人頭攒動，基本上 99.99% 的人都在裡面。可惜大家並不知道自己在坑裡，因為放眼望過去，大家不都這樣嗎？第一個大坑叫莫名其妙的湊熱鬧。湊熱鬧你一定見過，很多人走在大街上，看到有一大群人圍着，就會不由自主的也走過去，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可關鍵在於，那一定是跟自己並沒有關係的事情啊。為什麼要去湊這個熱鬧呢？尤其大街上被圍觀的，通常也不會是什麼好事兒。這不是明擺着的嗎？大街上能發生什麼事兒讓大家圍着呀？只能是發生了什麼不好的事情嗎？不好的事情有什麼可看的呢？看來看去不就是那麼幾出嗎？有人吵架了，有人打架了，有人受傷了，你用腳趾頭想想就知道了。見義勇為這事兒一定不是一大幫人一起圍着做出來的，不是嗎？現在大家上街的欲望比以前少多了，因為大家現在上的不再是大街，上的是网上的熱鬧更多，甚至可以給自己泡杯茶，擺好姿勢在圍觀。呀，萬科出事兒了！呀，吳亦凡出事兒了！呀，趙薇出事兒了！呀，这種人現在在網上被叫做吃瓜群眾。比起在路邊圍觀的人，網上的吃瓜群眾們還會將湊熱鬧變成一種鬧劇。一群人本來就莫名其妙的圍觀，結果看着看着，圍觀的人居然也相互之間吵了起來，引來更多的人圍觀。據說好奇心是創造力的源泉呢。你看，事實上無論是誰都有滿滿的好奇心，可惜都浪費在看莫名其妙的熱鬧上了。不過這也很正常，那麼多的人其實沒什麼正事可做，連讀書都不會，閒得要死。大量閒置的時間需要被殺掉，大量閒置的精力需要被發洩，大量的好奇心需要個噴射的出口。第二個大坑叫心急火燎的隨大流，突然之間某個趨勢就出現了，於是轉瞬間就會有一大批人，事實上總是絕大多數人心急火燎的去隨大流，可是他們忘了，在任何一個大的趨勢出現的時候，一定有另外一批人早就準備好了，雖然可能並不一定是故意準備的。問題在於，為什麼會心急火燎呢？因為大事來得太突然了嗎？不是。正確的答案是，那趨勢、那機會並不屬於心急火燎的那幫人，那趨勢、那機會明明是那些有意無意已經準備好的人的。平日裡整天掛在嘴邊的那句話，機會屬於有準備的人，到了這個時候就好像完全沒聽說過似的。究竟是為什麼呢？只因為平日裡從無積累。說實話，這個坑裡的人其實比上一個坑裡的人有正事多了，起碼這些人還上進一點。可惜平日裡只有一顆上進的心，一樣滾燙，卻從未有過積累的行動。於是最終2個坑都占上了。平時總是湊熱鬧，看到了別人的機會，卻要花上自己的時間精力去隨大流。最終你看到，只要入了坑，管你是不是正經事，都一事無成。第3個大坑叫操碎了別人的心肝。什麼是操碎了別人的心肝呢？例子非常多，比如最近很多人對萬众創業的所謂獨立思考就是這種。萬眾創業這個說法也許確實有些不經推敲的地方，但別人創業，別人單幹，關你什麼事兒呢？時代不同了，今天和10年前、20年前真的很不一樣，個體生存就是比過去更容易了，這是事實。但凡有點想法，但凡有點能力的人，在這個时代裡確實就應該創業的，雖然不一定是各路風險投資人眼中的那種不能改变世界的就不叫創業的那種，但最起碼單幹可能更有前途，這事兒是確定無疑的。並且
從社會效率的角度出發，每個單幹的人，本質上來看，都是嘗試着去掉中間環節，嘗試着直接為社會做貢獻。就算有可能失敗，這有什麼不好的呢？拉起團隊創業的人，那是在嘗試着為社會做出比個人更大的直接貢獻。就算有可能失敗，這有什麼不好的呢？還有就是失敗乃成功之母，這不是每個人都知道的正確道理嗎？別人失敗了，你怎麼就知道人家不會在失敗中總結經驗呢？你怎麼就那麼篤定人家失敗了就從此一蹶不振呢？你就沒聽過那首歌嗎？那些弄不死我的，只能讓我更強。誰說失敗不是正常生活的必須構成部分？2個字，閒的。一句話，自己是泥菩薩，一條小河都過不去，卻要操碎了別人的心肝，真不知道圖個啥。人家創業失敗了，你也不會有損失，可若是人家創業成功了，你害怕是不？進一步結論，你仔細看看這3個大坑吧：一莫名其妙的湊熱鬧，2心急火燎的隨大流，3操碎了別人的心肝。有多少人在這些坑裡？若是你想象力困乏，明天晚上溜達溜達，去本地的公園看看，一定有一幫老頭子圍在一起下象棋呀什麼的，可能是抽着煙，可能是喝着茶，然後他們會坐在那裡點評時事，指點江山，挥斥方遒，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你在央视新聞裡能听到的一切國際大事相關的名詞，就是他們的天空裡點綴的雲朵。你站在一旁，突然之間你就會對一個由2個字構成詞產生深刻的理解：嘴臉。看看那些嘴臉吧，看清楚那些嘴臉，你就徹底醒過來了。因為你會跟我們所有人一樣，害怕有一天你老了的時候，甚至還沒怎麼老的時候，就已經是那樣一副嘴臉了。那麼回到那個問題，什麼是每個人都擁有的最重要卻被人忽視了的寶貴財富？注意力。你的注意力真的很少，一天下來能夠集中起來有產出的注意力，弄不好往往只有2-3個小時而已。結果呢？結果你去湊熱鬧，你去隨大流，你去操別人的心。若是這樣，不消說你能不能成功，僅僅有收穫都是根本做不到的，不是嗎？錢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它可以再生；時間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本質上不屬於你，你只能試着與它做朋友，讓它為你所用。你的注意力才是你所擁有的最重要、最寶貴的資源。從這個角度望過去，人生其實是公平的，因為你的注意力確實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除非你自己放棄。所以，那結局是好是壞，其實真的是你自己選的。如此看來，很多人的敗局很早很早就已經定下來了，因為幾乎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們已經養成了四處浪費自己注意力的習慣，任由自己最重要最寶貴的資源點點滴滴或者大把大把的流失。這樣的人若是能夠成功，天理何在？所以你必須把最寶貴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你自己身上，這可能是人生最有價值的建議，因為最終你的一切價值都是你的注意力的產出。而且更為關鍵的是，一個人的注意力很可能是唯一能夠稱得上是與生俱來的有產出能力的資源。仔細想想吧，還有別的什麼是這樣的嗎？那放在自己的哪兒上？答案明確而又唯一，放在成長上。有一句硅谷的陳詞濫調，其實是很有意義的：創業就是成長，沒有成長就不是創業。個人也一樣，生活就是成長，沒有成長就不是有意義的生活。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享受會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別忘了關注才知道，並點擊小鈴鐺，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Paul Graham 走得更遠，他說，不能做到每天增長1%就算了吧，這要求有點高，但也有親民一點的說法，比如羅大佑的歌詞，1年365天，每天進步一點點，這總可以了吧？如果你想多走一步，可以試着羅列下面的內容，
這個不算作業。一回顧一下昨天你關注的事情都是什麼？羅列出來，判斷一下那些東西與你有關嗎？與你的成長有關嗎？2. 回顧一下上周你關注的事情都是什麼？羅列出來，判斷一下那些東西與你有關嗎？與你的成長有關嗎？3. 回顧一下上個月，我知道你自己根本就想不起來了吧？對，之所以想不起來了，就是因為那些事兒真的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更別提跟你的成長有什麼關係了，不是嗎？話說，這世上有個很簡單卻又長期成功的商業模式，把海量的廉價甚至免費的注意力集中起來，高價賣掉。某種意義上，廣告其實就是這樣的商業模式，不是嗎？你可以研究一下微博上的那些營銷大號，他們最擅長吸引眼球，收割廉價甚至免費注意力的另外一個說法。你再看看有多少人甚至在主動貢獻自己的注意力，而後你就多少可以明白為什麼這種商業模式可以最終做到长盛不衰。不帶任何感情色彩，不带任何道德判断，只看現象的本質，我們可能得出一個特別冷冰冰的結論：你若是膽敢不在意你的注意力，事實上你的注意力其實就是真正有價值的你，就會被無情地收割起來，然後被賣掉。這麼看來，絕大多數人真的是那種犧牲我一個幸福另一人的勇士呢。說1000到1萬，道理很清楚，不珍惜自己注意力的人，最終注定是貧窮的，因為他們終生被收割，終生不可能有真正有價值的產出，怎麼可能最終變得富有？就這麼簡單。注意，我並不是在宣揚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價值觀，我只是在陳述一個事實：注意力很重要。所以，若是你能从此珍惜你的注意力，你就有可能变成产出更大的人，更有能力的人，更有能力的人才有可能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不是嗎？否則只是空喊口號而已，沒什麼意思。注意力才是最寶貴的財富，付費其實是花錢撿便宜，100%的安全感可能是最大的枷鎖，活在未來才可能遇見財富，自己先成為貴人，才能不斷遇到更多的貴人，很可能1%之後都是落後，為自己打造多維度的競爭力才是出路。在這個過程中，每一位朋友都或多或少被感動過、觸動過、震動過，甚至差點跌破了眼鏡。你知道在那一瞬間，你的什麼能力被激活了嗎？對，就是你的原認知能力被激活了。原認知能力，對自己的思考過程的認知與理解。你的原認知能力被激活，開始發揮作用的過程中，你意識到的是之前我想的竟然是錯的、不完整的、不周全的、不合理的、不知所以然的原來是這樣的呀！這道理其實挺簡單的呀，之前我怎麼竟然完全沒有想到？那我知道了，我現在開始應該這麼想才對。我怎麼又不知不覺被帶回去了？明明已經學過的道理，怎麼就忘了應用呢？知易行難啊！我就不信我搞不定。原認知能力的強弱，決定一個人每個方面的強弱，甚至可以一點都不誇張地講，一個人的財富創造能力最終也只與原認知能力有關，其他的都是附屬因素。從最底層的來看，原認知能力起作用的方式事實上極其簡單。我原來是這麼想的。我這麼想難道是不對的嗎？我應該這麼想才對，看起來太簡單了吧？早晚你会明白的，看起來這麼簡單的思考，竟然是絕大多數人窮盡一生都沒學會的技能，甚至居然都沒有想過應該習得、鍛鍊這種技能。從這個角度望過去，整個人類古今中外，在教育上從來都是特別失敗的。經過那麼多年的積累，打造了那麼長時間才能完成的教育体系，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本科、研究生、博士生，竟然在這個最重要的能力上的貢獻幾近於零，竟然還是在它原本如此簡單的情況下。
一個格外舉足輕重的例子事關所謂的情商。事實上，我並不認為情商是個好的、有效的、有意義的概念。事實上，我翻閱了大量的書籍與文獻之後，得到一個結論：所謂的情商是個偽概念。被認為情商差的人，本質上來看，其實就是無法正確理解他人的感受，而無法正確理解他人的感受，其實來自於原認知能力的欠缺。很簡單的嘛，一個連對自己的感受都不能完整正確認知的人，怎麼可能完整正確地理解他人的感受？你可能早就觀察到了，所謂的將心比心，的確是絕大多數人做不到的事情。為什麼呢？並不是因為心和心都不一樣，而是大多數人其實並不了解自己的思考過程、思考原理、思考方式，更是因為大多数人從未認真審視過自己的思考結果是否正確合理。時間總是在過後才顯得飛快。然後你再想想，你真的讀進去了嗎？我給你演示一下，時間总是在過後才顯得飞快。真的是呢。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呢？若是這種感覺是真實的，那我為什麼竟然忽略了這個事實？我究竟錯過了什麼？若是這種感覺是真實的，那麼從現在開始我應該如何思考？如何判斷？如何行事？我還需要糾正的是什麼？請靜下心來，認真回答自己，邊寫邊想。這個過程沒有人能替你完成，因為你需要的是你自己的答案，而不是別人告訴你的答案。所以他們在讀書的時候，他們讀到的不僅僅是文字以及文字所阐述的道理，他們更多注意到的是作者的思考方式，作者的思考方式与自己的思考方式之间的不同，以及若是作者的思考方式有可取之處的話，自己的思考方式要做出哪些調整。於是一本概率論讀完，大多數人就是考个試也不一定能及格，而另外的極少数人卻成了科學家，因為他們改良了自己的思考方式，從此可以像一個科學家一樣思考。他們不僅在讀書的時候如此，上學的時候，讀書與上學並非同一個概念。大多數人只不過是在為了應付考試而疲於奔命，他們卻學會了如何學習。在工作的時候，大多數人只不過是在為了應付老闆的任務而疲於奔命，他們卻學會了如何有效的工作，如何有效的領導，如何有效地創造真正的價值。在與他人交往的過程中，大多數人都是在自說自話的時候，他們卻可以成為認真的聆聽者，這是有效溝通的前提。你看，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有多大？而這麼大的差異又來自於多麼簡單的一個過程。最近的20年裡，認知科學與腦科學長足發展，關於成功學的理論基礎也有了很多次的升級。大量的研究結果表明，人與人之間的技能差異，證據確鑿地來自於刻意鍛鍊 （deliberate practice）。而一個人能夠做到刻意鍛鍊，唯一能夠仰仗的就是原認知能力。反過來，原認知能力也必然會在刻意鍛鍊的過程中不斷被加強。現在你能想象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有多大了嗎？有一種其實很普遍的病症，叫做抑鬱症。在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裡，都可能有正在被這個病症吞噬的可憐人。雖然即便到了今天，抑鬱症的病因也沒有一個清楚、合理、完整的解釋，不過有一點卻是已經達成了共識的：原認知能力的提高會有效防止抑鬱症的發生。對於已經患有抑鬱症的人來說，除了服用一些藥物之外，通過特定的訓練提高原認知能力也是有效的治癒方法之一。為什麼說一個人的財富創造能力最終也只與原認知能力有關，其他的都是附屬因素呢？很簡單，很直接呀，你的財富創造能力取決於你能給別人創造多少真正的價值。這只不過是一個人的價值等於他的社會貢獻率的另外一個說法而已。你的創造，只有你自己覺得有價值的話，是幾乎沒有什麼意義的。要有他人也認為有價值才可以，並且他人的人數越多越好，他人人數越多，你的創造價值越高，不是嗎？再多舉一例，你仔細想想就知道了。原認知能力差的人，性生活質量也會很差。因為原認知能力差的人不可能懂得如何照顧對方感受，
這個邏輯推理簡單明了。於是，你只能通過不斷加強自己的原認知能力，以求自己的思考與思路越來越接近於正確，越來越完整，越來越高效，乃至於終究有一天，哪怕是你不假思索，甚至隨隨便便創造出來的東西，都是真正有價值的。不僅對自己有價值，對他人也有價值，对很多人有價值，甚至对絕大多數人都有價值。到時候，財富對你來說，只不過是順手而得的東西而已。你能想明白嗎？能想明白為什麼這也是那些把注意力全都放在錢上，以為錢是最重要的資源的人們最終賺錢那麼困難的原因了吧？背後的科學基礎只不過是這樣兩個特別簡單的事實：原認知能力是一個人可擁有的最重要的能力。原認知能力不僅可以習得，還可以通過刻意訓練長期持續發展。我們每周都在更新觀念，而所謂的更新之所以可以成功，就是因為讀者的原認知能力被激活，於是能夠意識到自己原來的想法是那樣的，意識到自己現在的想法是這樣的，意識到這樣和那樣之間有怎樣的不同，甚至在对與錯、好與壞、優與更優、差與更差之間反复選擇的過程中，不斷強化自己的原認知能力。對了，能夠意識到自己的注意力，你這一生中最寶貴的資源被分散了，就是原認知能力在起作用。還是一樣的，我們不會着急到想用一篇文章即刻改變自己的地步，因為我們與其他人不同，我們有足夠的耐心。耐心來自於哪裡呢？還記得吧？我們是一群決心要活在未來的人。於是，那無以倫比的耐心必然來自於這麼一個事實：我們知道，我們想要改變的、能夠改变的，不是現在的自己，而是將來的自己。關注我，我是才知道，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